女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她那患有多动症的儿子居然在安安静静地看人下象棋。为了验证心中猜想，她瞄上一个摆残局的老大爷，无论如何也要请他教儿子下一局。本意只是想看儿子能专注多久，没想到第一次下棋的儿子仅用4步就把老大爷逼入了绝境。是啊。女人很惊讶，难道儿子是个天才？她急切地想看到结果，可老大爷不仅拒绝栽落子，还骂骂咧咧地把他们赶了出去。起初女人还觉得莫名其妙，但后来却越想越开心。莫非儿子被当成了扮猪吃虎的高手？于是回家，她便迫不及待地张罗起棋局，让丈夫和儿子再下一盘。可丈夫听说公园的事后，却将信将疑。再看到儿子还是像以前一样坐不住的晃来晃去，就更觉得妻子一定在夸大其词。然而1个小时后，他就再也笑不出来了，自己不仅惨败，而且全盘只换掉儿子1个小兵。更夸张的是，儿子后半程都在一边洗澡一边下盲棋。如此恐怖的天赋，足以让任何家长陷入癫狂。但乔治的反应居然异常的佛系。隔天他受命带儿子到棋社报名，可在漫无目的的看了一圈后，不知为何又选择了放弃。离开前看到儿子在大厅和人下棋，结果对手大胡子惨败，更加衬托出儿子的实力。但乔治犹豫再三，还是选择了离开。此后他每天都带着儿子到公园下棋，儿子不仅玩得开心，还交了一些朋友。本来觉得这样挺好，直到这天，骑射的名师布鲁斯竟主动找了过来。他这才知道，原来那天儿子战胜的大胡子并非无名之辈，而是1顶1的高手。布鲁斯宁愿学费半价也要收儿子做徒弟，乔治却依旧拒绝。原来这些年他无数次培养儿子的爱好，全都因儿子的不专注而半途而废，因此不想再折腾了。可布鲁斯仍然不死心，他缠着乔治来到家里，和儿子玩了一天的益智小游戏，然后非常笃定地告诉乔治，你儿子并非多动症，只是大脑反应太快才导致缺乏耐心，把他交给我来培养，定能还你一个受万人敬仰的棋神。乔治听后再也无法保持淡定，当即便果断地交出学费，开启了自己的卷娃之路。但佛系家长和卷娃这2个词本身就很矛盾。1个月后，乔治带儿子参加少年赛，刚刚到达入住的酒店，就有家长凑上来攀比，问他儿子棋力多少级。而乔治还没有适应儿子带来的转变，看到墙上的数字便本能的撒谎应付，已经15级了。对方愣了一下之后，立刻露出看傻子的表情，原来象棋圈根本就没有这样的等级。于是直到第2天的赛前，那人碰到乔治还会忍不住笑出来，而乔治只能强装淡定，认真地听裁判讲解规则。这场比赛开始前就透露着诡异，主办方不去管那些群魔乱舞的孩子，反而对着安静的家长们不停训话，警告他们不准大呼小叫，不准互相嘲讽，更不准互相瞪眼睛。起初乔治还觉得莫名其妙，可在比赛开始后，趁儿子和对手激烈拼杀，他偷偷地瞄向对面家长，竟发现对方真的在瞪着自己。正当他不知如何应对时，远处的2个家长居然打了起来，原因只是其中一人挠了挠耳朵，而对方认定他是在打暗号，结果所有家长都受到牵连，被赶出了赛场。孩子们大感有趣，开心的纷纷鼓掌。反之，望子成龙的家长们被关到一起，气氛就诡异到了极点。有人焦躁的来回踱步，有人颤抖着向上帝祈祷。一向佛系的乔治也渐渐被情绪感染，始终盯着墙上的排名。后来儿子一路过关斩将，势不可挡，便不断有家长找到自己，明面上是闲聊，实则在打探军情，暗暗较劲。而这终于激起了他的好胜心。最后的决赛上，儿子和对手杀得难舍难分，这边乔治和对手家长的博弈却更加精彩。赛场上每下一步棋，都会有人跑过来报告乔西被吃掉了1个小兵，乔治难掩失落。这时对手家长竟主动送来安慰，别担心，你儿子会摆脱困境的。最后还郑重其事地拍了拍乔治的肩膀。然而不久之后，儿子就吃掉对手的大车，乔治刚想笑，又赶忙调整回表情，然后一脸诚恳地安慰对手，没关系，你儿子一定是在布局。最后也惺惺相惜地拍了拍对方的肩膀，但转身之后，他脸上就绽放出谁能挡我的霸气。这股霸气持续了很久，一直到回程的火车上，他都是一副生人勿近的样子。不过当儿子睡着后，他便偷偷把玩起冠军奖杯，终于忍不住地笑了出来。后来他带儿子到处参加比赛，一座座奖杯撑起了作为父亲的全部骄傲。渐渐的他习惯了媒体的采访，也开始享受起别的家长看到自己时那羡慕嫉妒又无奈的眼神。然而这天学校的家长会上，老师却泼来一盆凉水，说频繁的请假不仅会导致儿子学业落后，还会使他渐渐无法融入同学。虽然说得很委婉，但乔治还是感受到了质疑。一向温文尔雅的他竟罕见地发起了火，我知道怎么培养我的孩子，他还不到8岁就超越了我半生的所有成就，你知道你的质疑有多可笑吗？我儿子已经比你们任何人都优秀了。当晚乔治便和儿子商量起转学的事，新学校不仅条件更好，而且还专门设有象棋课。可儿子却眼神躲闪，只是勉强地说了句都可以。后来有一天，儿子突然问他，如果自己输了会怎么样？曾经那个佛系的乔治总是说胜败乃兵家常事，而现在他却不容置疑地对儿子说，你不会输，你的对手都很怕你。
第二天比赛时，乔治像往常一样等待儿子的喜讯，谁知刚过了10分钟，儿子就走了出来，他竟然第一轮就爆冷输给了对手，而且仅仅走了7步棋。乔治难以接受，在大雨中让儿子深刻反省，却没发现儿子的眼中已经没有了光彩。此后儿子像是中了魔咒一般开始连败，乔治很是苦恼，很是失望，却不知儿子乔西此刻心中的挣扎与纠结并不比父亲少上半分。第一次在公园看别人下棋，乔西就喜欢上了这个运动，那种快节奏的思考很符合他的口味，但他又不喜欢分出胜负的感觉，因为在那里下棋很多都有彩头，输的人总是愁眉苦脸。于是在和爸爸下棋时，他故意远程指挥下起了盲棋，只为避开父亲输棋时的表情。在棋社赢下大胡子后，见到他失魂落魄的样子，便赶忙送去自己的糖果作为补偿。不过后来他被父亲带到另一处公园，才发现输赢之间也可以有欢声笑语，他在这里玩得很开心。有天布鲁斯突然闯进了他的生活，更是给他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。第一节象棋课上，布鲁斯摆下残局，但不等乔西进入思考，他就把棋子全部扫落在地，然后让乔西对着空棋盘推演。乔西觉得颇为有趣，不到20秒便说出了正确答案。布鲁斯很高兴，作为奖励，他从包里无比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张纸，这动作让乔西觉得那定是一件无价之宝。布鲁斯说，这可是象棋大师级别的证书，世上只有寥寥数张，而每一张的背后都是一段振奋人心的故事。由于刚刚乔西表现很棒，布鲁斯在本子上给他加上10分，当累计达到2000分，我就把证书颁发给你。见乔西流露出对这份荣誉的渴望，布鲁斯立刻吝啬地把证书要了回去，还颇为心疼地把直角抚平。此后每当乔西坐不住时，布鲁斯都会拿证书来激励他。渐渐的，乔西下棋的原因变成了取得证书。后来乔西在赛场上大杀四方，第一次看到父亲为自己感到自豪的样子，从此他下棋的原因又多了一个。直到有一天，父亲在学校和老师大吵了一架，回家便提出想让自己转学。乔西起初不太情愿，他不想与老师和同学们分别，但父亲语重心长地说，你是个天才，注定要和他们走不一样的路。这一晚，乔西接受了天才之名的沉重。然而仅仅过了一天，乔西就在公园里见到了另一个天才少年，他的棋力强得可怕，乔西甚至都捉摸不透他的走法，而且他年纪轻轻却异常老辣，不仅能在棋盘屠戮对手，在棋盘外还能杀人诛心。Trick or treat。这一刻，乔西明白了自己并不是唯一的天才。晚上，少年在一个男人的带领下来到棋社，这男人是布鲁斯的死敌，张口便开始嚣张叫板，说自己找到的才是下一个棋神。爱徒乔纳森不仅拥有更强的天赋，还有着如棋神般藐视一切对手的霸气，在每个方面都把乔西无情碾压。而明天他们将在赛场相遇，乔西不怕自己输棋，但很怕父亲会感到失望，于是他担忧地问父亲，如果自己输了会怎么样？然而此刻的父亲已经无法接受儿子的失败，你不会输，你的对手都很怕你。正如父亲所说，隔天的比赛上，他发现对手看到自己时，竟然害怕地咽了咽口水，而当他扭过头，正好遭遇乔纳森凌厉的眼神，突然之间，他也体会到了那种害怕的感觉。由于不敢与乔纳森决赛相会，他方寸大乱，第一轮就狼狈地爆冷出局。没想到这次小小的失败，竟直接将他从天堂打入地狱。父亲一改往日的温柔，狠心让他在雨中反思。而布鲁斯也突然变得挑剔，他把乔西那人畜无害的性格当作原罪，要求他展现出乔纳森那般的杀气，要求他心中憎恨对手，鄙视对手。可善良的乔西根本做不到。再后来，连乔西去公园下速棋的喜好都成了过错。布鲁斯不准他再去公园接触那些乱七八糟的走法，只准在棋社和家里啃棋谱。他给出每一步棋的正确答案，只准学习，不准质疑。突然之间，下棋就成了一件十分痛苦的事。而每当乔西感到倦怠，布鲁斯就用扣分作为惩罚。原本引诱驴子拉磨的胡萝卜，转眼就变成了逼驴子前进的刀，也成了压制心中热爱的一副枷锁。乔西变得整天郁郁寡欢，每次经过公园都会忍不住张望，那是他的热爱开始的地方。儿子的不快乐被细心的母亲看在眼里，却又不知出了什么问题。直到这天，布鲁斯像往常一样用扣分威胁乔西，突然厌烦了这种驴子追赶胡萝卜的游戏，竟要求先拿到证书，否则就不再下棋。布鲁斯被逗笑了，说你下棋就是为了这要证书吗？那么好。然后他便爽快地掏出证书，拍在乔西了面前。可乔西刚刚接过证书，他就又拍出了一张，接着是第二张、第三张。原来这些都是毫无意义的复印件，你想要多少我就给你多少。乔西愣住了，胡萝卜变成了大饼，一张一张仿佛扇在他的脸上。这时母亲闻声走来，刚好看到此番场景，她无比愤怒，立刻不顾情面地让布鲁斯滚出去。她一心想要保护儿子，但丈夫得知后却和她大吵了一架，竟怒斥她的保护只会让乔西更加软弱。母亲委屈得浑身发抖，你还看不出来吗？乔西不是软弱，而是太过善良。他以前又何曾怕输？他现在怕输，还不是怕失去你的爱？难道不是吗？看看你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，他又变成了什么样子？
这些真的是你想要的吗？乔西听到父母的争吵，久久无法入睡，父亲也思考了整整一晚，自己到底追求的是什么。第二天，他想找儿子聊一聊，竟发现乔西正对着棋盘刻苦钻研，连原本凌乱的房间也被收拾得干干净净。这种转变原本是自己一直所期盼的，可现在他却怎么都开心不起来。他小心翼翼地告诉乔西，你不必如此，我不会再逼你做不喜欢的事了。没想到乔西竟突然变得懂事，说我已经明白了，我的刻苦努力都是为了我自己。然而父亲并没有因此而高兴，因为他细心地发现乔西的眼神里只有沉重，看不到一丝的快乐与热爱。后来父亲不顾布鲁斯的反对，带乔西来到了公园，毕竟这是他的热爱开始的地方，只要能让儿子开心，一切都随他去吧。除此之外，他还严格控制乔西下棋的时间，有时带他去打最爱的棒球，和同龄人一起欢呼雀跃，有时去海边钓鱼，留下喜悦的瞬间。布鲁斯对父亲的做法很不满，说这样会让乔西趋于平凡，想要孩子成才，就必须狠下心去锤炼他。然而父亲却一脸神秘地说，你应该去看看乔西现在的样子。于是布鲁斯偷偷地来到公园，竟看到乔西不仅对下棋比以往都充满热情，而且棋力也在以十分夸张的速度成长。不久之后，乔西又重新参加了比赛，这次比赛比以往的规模都要庞大，聚集了全国最顶尖的天才棋手。等选手们到齐之后，乔纳森才姗姗登场，这是卫冕冠军才有的待遇，冠军的宝座可以俯视全场。他一边盯着乔西，一边漫不经心地解决掉对手，而乔西也摧枯拉朽地一路晋级，获得了挑战冠军的资格。然而在最终的决赛前，乔西却躲在休息室里发呆，他心里清楚自己和乔纳森依然还有差距。这时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出现了，竟然是布鲁斯。他问乔西是不是又害怕了，乔西说是的，我知道自己赢不了他。布鲁斯本想鼓励几句，可话到嘴边还是变成了，确实，我也觉得你赢不了。乔西听后更加感到害怕了，但紧接着布鲁斯竟笑了出来，只见他拿出一张制作精美的证书，上面写着，乔西在他的老师心目中已经是大师级，不管发生什么，你都是我最好的学生，署名永远以你为傲的布鲁斯。一向严肃的他说不出温馨的话语，只能用这种方式鼓励爱徒。他知道乔西需要这张证书来解开心中的最后一道枷锁，来让最初的热爱重新插上自由的翅膀。人心的变化总是如此的奇妙。当乔西走进赛场，竟发现乔纳森那凌厉的眼神再也无法伤自己分毫。不过乔纳森总有办法撬动对手的神经。这是一场万众瞩目的对局，可当比赛开始计时，本该落子的乔纳森却迟迟按兵不动，只是冷冷地盯着乔西。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，当他终于忍不住分神，乔纳森便突然落子，发出凌厉的攻势。乔西果然被打乱了节奏，几步之后他就被逼入了困境。通过电视的直播，布鲁斯看出对手的布局，嘴里念叨起曾经教给乔西的解法，但乔西思考许久之后还是做出了不同的选择。结果不出所料，很快他就被吃掉了一个重要棋子。布鲁斯大失所望，不忍再看接下来的局面。然而细心的母亲却发现乔西的眼神里似乎隐藏着一丝狡黠，他脸上挂着的迟疑，落子时的犹豫，让乔纳森自以为胜券在握。但突然之间，乔西就将了他一军。乔纳森落入了圈套，只能弃车保帅。Trick or treat。自此，他再也不敢轻视乔西，而两人的棋力确实存在差距。10步之后，乔西再次被逼入了绝境，这是个经典残局，至今无人能破。乔西注视着棋盘，似乎无论如何，结果都是死局。但突然之间，他想起老师教的方法，然后便静静地趴到了桌子上。此时的棋盘变得空无一物，但不同的走法却在脑海中飞速运转。10步、20步、30步、40步，最终他把目光落到棋盘的一个格子上，眼睛瞬间便亮了起来。接下来两人的落子无比迅速，毕竟都经过脑海中无数次的推演，每一步都那么的熟悉。但突然之间，乔西下起了从未见过的路数。就这样，乔西奇迹般的获得了胜利，而这场创造性的逆转也让布鲁斯彻底改变了教学方式。在他的指导下，乔西最终成了一代棋神。压力就像是一副毒药，虽能在短时间压榨出求生般的本能，但之后必然会催生出无尽的空虚。而能引领我们走得更远的，还得是内心的渴望和如火般的热情。